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和你们认真聊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你能听懂我的中文视频，可真的听到中国人说话，还是觉得很难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说清楚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，坐在电脑前，打开中文学习视频，看着字幕，听着声音，心里会想，今天我好像听懂了不少，中文好像也没那么远。可过几天，真的和中国朋友聊天，或者店员随口问你一个普通的问题，你一下子又紧张起来。那一刻，你可能会忍不住想，为什么视频里的我能听懂，到了真实生活里就不行了？是不是我的中文根本没进步？是不是我只会听老师说的中文？是不是我学的和真正的中文根本不一样？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，我想先告诉你，这一点都不奇怪，反而特别正常。这也不代表你的中文很差，只是说明你听到的本来就不是同一种中文。在我的视频里，你听到的是经过整理的中文，它不是假的中文，也不是不自然的中文，但它确实和中国人随口说的话不一样。因为我知道，听视频的你不是从小听中文长大的，你可能学过很多词，也能看懂很多句子，可你的耳朵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适应。所以我说中文的时候，会特意做很多调整。我会把长句子拆开，尽量不说绕来绕去的话。我会用你可能学过的词，讲你能听懂的内容。我会让句子和句子连得很顺，不会突然跳去别的话题。我也会把重要的意思说得慢一点，清楚一点，让你的耳朵能跟得上。可普通中国人说话的时候，根本不会想这些，他们不会一边说一边琢磨，这个词学中文的人懂不懂？这句话是不是太长了？我要不要停一下？要不要换个简单的说法？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说话，朋友聊天，店员招呼客人，家人吃饭时聊天，没人会把自己的话改成学习材料，所以真实的中文听着总会觉得特别快。比如中国朋友发一条语音说，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，你没看到吗？那你等一下到了以后再告诉我。这句话写出来你可能觉得不难，可当它从语音里一下子冒出来，没有字幕，没有停顿，也没人帮你拆开，你可能只抓住刚才、消息、看到、等一下、告诉我这几个词，然后立刻就慌了。不是这句话有多难，也不是这些词你没学过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这些普通的词你听的还不够多。我一直觉得学中文不只是不停地学新词。很多人会觉得只有学更难的词才叫进步。今天学 HSK 3级，明天就想学 HSK 4级，学完一个词，立刻想赶下一个。可有时候，真正拦住你的，不是那些难词，反而是最普通的日常话，比如等一下、已经、刚才、可能、先、还是。这些词你可能早就见过，看着也知道意思，可当它们出现在真实对话里，连在一起快速说出来，你的耳朵不一定能立刻认出来。所以你能听懂我的视频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我会让这些常见的词反复出现在你能听懂的句子里。
我不是想让你听多难的中文，而是想让你把已经见过的中文慢慢听熟。一个词只靠眼睛看过是不够的，还要让耳朵听见很多次。第一次听，它只是一个声音；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10次之后，它才会慢慢变成你真正认识的词。看得懂和听得出来，本来就是2件事。很多学中文的人已经能看懂不少内容了，看字幕、看文章、看课本，都觉得自己懂。可一听别人说话，心里又没底了，因为眼睛可以停下来，可以回头看，可以慢慢想。但声音不一样，来了就走了，从来不会等你。那什么样的听力材料才是好的呢？不是100%都听得懂。如果全是你会的内容，没有一点新东西，帮助就很小。也不是完全听不懂，如果从第一句开始就听不懂，你很快就会觉得累。最好的状态是大概80%能听懂，剩下20%有一点新词、新表达或者新说法。这样你不会害怕，也不会觉得无聊，能跟着内容一直听下去，同时还能学到新的中文。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，好的语言学习视频，最重要的不是看起来有多高级，而是听的人能不能走进去。如果一个视频从第1分钟开始就完全听不懂，你很快就会累，可能硬撑2-3分钟，心思早就飘走了。但如果能听懂大部分，又有一点点新内容，你的大脑就会愿意一直听下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把视频做成满是生词的课文，也不想做成生硬的课程。如果你只是在硬撑着听，就不会真的喜欢中文。你可能能完成听视频这个任务，但不会想再点开下一期。可如果你听的时候，觉得这个话题和你有关，这个故事像你自己的经历，这句话说中了你的感受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听下去。学语言最好的状态，不是一直提醒自己，我现在在学习。更好的状态是，我想知道后面还要说什么。你先被内容吸引，中文自然就慢慢进到脑子里了。所以我会尽量选你真的会遇到的问题。比如，为什么学了很多中文，开口还是只会说你好？为什么每个字都认识，连起来却不懂整句话？为什么有时候学得很累，却还是想继续学下去？这些话题表面是在学中文，其实也在讲你学中文时的心情。因为语言不只有词和语法，它还和生活有关，和心里的害怕有关，和想要靠近别人的心情有关。如果中文视频永远只讲同一种话题，你的耳朵也会变窄。你可能很会听课本里的对话，可换个话题就不习惯了。真实生活里的中文不只出现在教室里，它在吃饭的时候、坐车的时候、买东西的时候，在朋友发的消息里，在天气变冷的问候里，在一个人心情不好的安慰里。所以中文的输入也要丰富一点，不是今天学一个词，明天还学同一个词，也不是永远只听考试题。你要听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心情、不同的人说话的样子，这样耳朵才会知道，原来中文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那么说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时间。
很多人喜欢看1分钟的短视频，快、轻松，很快就能看完。可如果真想让耳朵适应中文，1分钟往往太短了。你刚适应这个声音，视频就结束了。刚听懂这个话题，下一条可能就换成了别的语言、别的声音、别的节奏。长一点的视频就不一样。如果视频有10几分钟，甚至将近20分钟，你的耳朵有足够的时间沉下来。开头2分钟你可能还在适应，慢慢的，你会熟悉说话人的声音，熟悉聊的话题，熟悉那些词反复出现的方式。这时候，中文就不再是一闪而过的声音，而是一个你能待得住的小环境。所以，有时候长一点的中文内容会让耳朵更容易沉下来。你不用不停切换声音，也不用刚进入状态就结束。你可以在同一个话题里多待一会儿，让中文慢慢变得熟悉。但我也不想让你误会，你能听懂我的视频，不代表已经能听懂所有中国人说话。它更像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。课本里的中文清楚、整齐，让人觉得很安全。可真实生活里的中文不一样，有快有慢，有不同的口音，有很多省略的说法，话题会突然变来变去，还大多没有字幕。从课本里的中文走到真实的中文，中间需要一座桥。适合学习者的慢速中文，就像这座桥，它把真实生活里会遇到的问题、会说的话，用你现在能够靠近的中文讲出来，让你先在一个舒服的速度里，熟悉那些常见的词、常见的句子、常见的语气。等你听得多了，再去面对真实生活里的中文，就不会觉得那么突然，那么难了。我以前听一个学生讲过一件事，他说，他看中文学习视频的时候，一直觉得自己听力还不错，老师说的话大部分都能懂。可有一次他在中国餐厅吃饭，服务员走过来问他，这个菜要不要少放一点辣？他一下子就愣住了。不是这句话有多难，而是服务员说的太自然了，没有字幕，没有放慢速度，也没有重复解释，他只听见这个菜要不要一点辣几个词，立刻就紧张起来。后来服务员把问题写在手机上，他一眼就看懂了。他跟我说，那一刻才明白，自己不是不会这个句子，只是从来没在真实的语速里听过它。这就是很多学习者都会遇到的问题。你学过中文，也看过很多中文，可这些内容还没真正变成耳朵里的熟悉感。慢速中文想帮你做的，就是提前把这些日常句子放进你的耳朵里。这样下次你真的听到类似的话时，就不会觉得完全陌生。有时候有学生会问，我是不是只会听慢中文？其实真的不用这么想，慢一点的中文不是终点，而是入口。就像刚开始跑步，不会一上来就冲最快，你要先找到呼吸的节奏，找到身体舒服的速度，跑得多了，体力自然会变好。听中文也是一样，先听能听懂的内容，听得多了，耳朵才有能力去面对更快、更零散、更真实的中文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自己能听懂这样的慢速中文，请不要觉得这是假的进步。
这是真真切切的进步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也是进步，只是这个进步还在中间阶段，还没完全走到真实生活里，但它一直在往前走。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听一条慢速中文视频。第一遍，不要求自己全部听懂，只要跟着意思往下走就行。第二遍，可以看着字幕，看看自己刚才听懂了多少。第三遍，再关上字幕听一次，看看有没有哪些句子不用看字幕也能听出来。同一个视频，只听一次，它只是一段内容，听2次、3次，它就变成了很好的练习。你会发现，有些词第一次听很模糊，第二次清楚一点，第三次听就像见到了熟悉的老朋友一样。这就是输入的力量。它不会让你立刻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也不会让你明天就能听懂所有中国人说话，它只是慢慢的把中文一点点放进你的耳朵里，一次一点，一次一点。等到某一天，你在真实生活里听到一句话，突然会觉得，这句话我好像听过，这个表达我好像很熟，这个声音我能抓住了，那一刻你就会明白，之前听过的那些视频都没有白听。你也会更有勇气继续学下去，因为你知道，听不懂不是终点，只是听的还不够多。很多中文句子，第一次听像陌生人，听得多了，就慢慢变成了熟悉的声音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你能听懂我的视频？不是因为你的中文只配听简单内容，不是因为真实的中文永远离你很远，也不是因为你只会听老师说的话，而是因为这里的中文刚好站在你现在够得到的位置，它没有把你推得太远，也没有一直停在最基础的地方，只是慢慢往前走，让你可以一步步跟上。如果你现在能听懂这样的慢速中文，请不要小看这件事，它不是假的进步，也不是只会听老师说话，它说明你的耳朵已经开始靠近中文了。真实中国人的声音，也许现在听起来还很快、很乱、很突然，可是只要你继续听，继续让这些日常词和句子变熟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它们不再只是在视频里出现，也会慢慢出现在你的真实生活里。到那时候，你听到中国朋友说话，听到店员问问题，听到别人自然聊天，也许还是不能全部听懂，但你不会像以前那样慌了，因为你的耳朵已经认识了一部分中文。你不是只能听懂我的视频，你是在通过这些视频一点点走向真正的中文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过这种感觉，能听懂我的视频，却听不懂真实的中国人说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也可以说说你最想听懂生活里哪一种场景的中文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